好，现在线上的同学看到的似乎是OK，好，好像是对的。好，好，这样子可以了吗？好，OK，好，那我们继续讲啊。好，那总而言之呢，我们就是希望能够找到 global maxima 啊，但很多时候很多的演算法是没有办法跟你保证找到 global maxima 的，甚至我们这整个问题的 global maxima 在哪里，我们也不知道。啊，所以像现在我们的很多 deep learning 的这些问题，其实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最佳解在哪里啊。所以一般来讲，我们能够找到一个局部的最佳解，可以使用在工程问题上可以使用的，其实可能也就够了啊，大家就用的挺开心的。好，那所以我们上次很快的复习一下，我们上次就讲了2种演算法，第一种叫 hill climbing 演算法，很简单，它就是在这个 solution space 里面呢，随机从某一个点出发，然后从这个点呢，它去看周围的邻居啊。至于什么叫做周围的邻居，那就看你的问题而定啊。所以可能可以是说，我现在把一组解表达成向量，一个低维的向量。好，那你可以说呢，这个 Euclidean distance 欧式距离离我这一个 solution 在一定范围内的，就叫做我的邻居。好，这是一种定义法。好，那你就去看说，在你的周围的邻居有没有比你更强的？啊，周围邻居可能好几个比你还强，那你就找最强的那一个来取代掉你。这个就是 hill climbing。好，那有很多的变形啊 hill climbing 有很多的变形，比如说我100个邻居里面有20个都比我强，啊，我可以选择最强那个来取代掉我。我也可以随机从这20个比我强的里面随机取一个来取代掉我，这就是 stochastic hill climbing。啊，那我也可以说，在这100个邻居里面，我从第一个邻居开始往下找，第二个邻居往下找，一直找到第一个比我强的那个邻居，我就用它来取代掉我。啊，这叫 first choice hill climbing。好，那大家从刚刚前面的这个示意图就可以看出说，其实我从这个 solution space 里面的哪一个点出发，其实挺重要的。对不对？我如果随机的从这个地方出发，那我用 hill climbing 我找到的最佳解可能就是在这个山峰。可是我的出发点如果在这里，我找到的最佳解可能就在这个山峰。啊，所以说呢，既然你每一次都有可能会卡在一个小山丘，那不如你就做很多次吧，对不对？你就是同样的 hill climbing 的演算法，你跑5次，你每一次都随机从不同的地方出发，那就看说你这5次所找到的小山丘，哪一个山丘最高，你就用那个来当成是你的解。啊，这叫 random restart hill climbing。OK， 好，这是第一种。那第二种，我们有一个观念就是说，说不定啊，我今天用 hill climbing 找到了一个小山丘。我为什么停了呢？是因为我去看我的这附近的邻居们啊，没有人比我强，我就停了，对不对？可是说不定呢，我如果愿意短期内我牺牲一点，我用一个比我弱一点的邻居来取代掉我，那我就走到那个稍微弱一点的那个邻居那一边，然后呢，以他为中心，再去找他周围的邻居，说不定就被我找到另外一个更高的山峰。好，这个就是simulated annealing 的一个想法。它的意思是说，纵使有一个邻居他表现比我来的差，我还是有一定的几率来接受由他来取代掉我。这样子。好，那既然如此的话，你想说这样子合理吗？他明明表现的比我差啊，我为什么用它来取代掉我？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要有一些机制来管控嘛。那上次我们就提到说，基本上这是借由这个值来管控。我们很快讲一下，如果今天我目前的位置就是 current， 我去随机的取一个我的邻居叫做 next。好，那我就看一下我的邻居的表现
减掉我现在的表现。如果我邻居的表现得比我好，那这个 delta E 是不是就大于0？那没什么好说的，我就用这个邻居来取代掉我。OK， 好，所以这件事情很像是什么 first choice hill climbing。好，那如果说我的邻居表现得比我来的差，这个 delta E 是不是负的？负的。好，那这时候我依旧有一定的几率用这个比较差的邻居来取代掉我。但是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delta E 如果是负的 exponential 一个负的指数的值啊，今天如果这个邻居比我差一点点，跟比我差很多，跟我差很多的那个邻居，我的 delta E 是不是负很大？比如说负10，对不对？跟我差一点点的邻居啊，比如说他的表现只差我一点点，比如说负0.5 ，exponential 负0.5跟 exponential 负10，哪一个比较大？exponential 负0.5算出来的数值比较大，也就是说，翻译成白话，如果今天这个邻居只是差我一点点，我就有比较高的几率用它来取代掉我。如果这个邻居表现得比我差很多，我就只有很小的几率会用它来取代掉我，对不对？是不是很合理？好，这个就是这个指数 delta E 这里所带来的意义。那这个 delta E 有除上大 T 呀，这个大 T 是什么呢？这个大 T 就是温度的意思。好，那它基本上是 follow 一个 scheduling 的函数，你可以把它想象成说，随着我的这个最佳化的过程，在跑动的过程当中，一开始温度是很高的，后来呢温度会慢慢降低，或者是快速降低。好，也就是说一开始的 T 很大，到后来的 T 就很小，这样子。好，那你来看哦，假设同样的 delta E 的情况之下，我除上一个很大的 T， 什么意思？我除上一个很大的 T， 就会让我的指数变小，指数的值变小。所以呢 exponential 一个负的一个小的指数，我的几率就比较大。你去看一下数学，这没什么难的，你稍微写一下你就知道。也就是说，翻译成白话的意思是，在我这个找寻解答的过程当中的一开始，温度比较高，我就比较愿意用比较差的邻居来取代掉我。到了后来，温度比较低，我就比较不愿意用比较差的邻居来取代掉我，这样子。OK， 好，所以我们上次最后呢，很快的讲完这边，我们说这个其实非常符合我们的直觉跟我们人生大道理，对不对？当你们现在刚毕业的同学，新同学，其实你们应该可以比较愿意暂时比如说你出去找工作的时候呢，你的找工作的选择，当然你希望薪水越高越好嘛，对不对？好，那你要找到 global maxima， 找到整个业界你能够找到工作里面薪水最高的那一个，这是找到你所谓的 local maxima。好，但如果你愿意接受一个薪水稍微差一点的工作，说不定在那个公司里面，你的未来发展会更好啊。OK， 你说不定可以找到之后多做几年之后，你的 maxima 会比一开始薪水比你高的那个同学来得好啊，对不对？但是呢，等到你已经50、60岁了，你大概就已经很难去接受一个薪水比较差的一个职位，那这就是整个过程就这样，所以很符合我们人生的这个发展的哲学啊。好，这就是 semantic annealing。好，那接着在不管 hill climbing 或者是 semantic annealing， 我们每次呢都是只 check 一个 solution， 对不对？在这个广大的 solution space 里面，我从某一个 solution 出发看邻居嘛，对不对？好，那另外一个选择是所谓的 local beam search。beam 就是指一束的意思，一束花
好，一个光束一束的意思，就是说一次看一大把啊。Local Bean Search 它本质一样是 Local Search， 但是它是 Local Bean Search， 它一次就追踪 K 个 solution， 而不是只有一个。这个就是跟 Semantic Annealing 还有 Here Climbing 最大的差别，一次就看一组 solution。好，那对于每一个可能的 solution 来讲 ，all the successors of all K states are generated。所以我现在呢，一次就监看 K 个 solution， 那每一个 solution 都有它周围的邻居嘛，对不对？好，所以假设每一个 solution 都有10个邻居，所以 totally 它就会有10乘 K 这么多个邻居。在下一步的时候，一开始我看10个 solution 嘛，这10个 solution totally 加起来有100个 solution。我再从这100个 solution， 如果这100个 solution 里面有任何一个就是我的最后的解答，那我当然就选它。如果没有，我就从这100个 solution 里面挑10个最好的出来，这个就叫做 local bean search。OK， 讲完了，就是这样。好，那讲到这边，你说，这么简单啊？这个这么简单的做法，听起来跟我就干脆跑10次，假设 K 等于10的话，我就干脆跑10次的 Here Climbing 不是一样吗？我们刚刚前面不是有讲过一个 Random Restart Here Climbing 吗？对不对？就是我随机从某一个 solution 出发，找邻居，然后找到最好的为止。然后呢，再跑第2次，再找到最好的为止，对不对？那跟我一次看10个 solution， 然后个别去跑 Here Climbing， 然后做 Local Bean Search， 差别在哪里？好像一样，但其实不一样。Local Bean Search 它是从这100个邻居里面10乘10，每一个人有10个邻居，所以 total 有10乘10，这10乘10里面去挑最后的10个出来。所以有一个可能哦，就是说我现在呢1号解答的10个邻居里面啊，其中有3个是在这100个候选邻居里面排名前10名的，所以我就有可能会，当我在下一轮我挑前10的时候，我可能1号解答的3个邻居都会被我挑到哦，2号解答可能有1个邻居被我挑到，3号解答可能1个邻居都没有被我挑到。这样有听懂我的意思吗？它有一个横向比较的效果。那它就跟什么？它就跟我1号解答，然后去找 Here Climbing， 找完，最后找到一个解答，跟2号 Solution 去找到一个解答，这就不一样，因为它没有横向的比较。OK， 好，所以这个就是 Local Bean Search 跟 Here Climbing 的差别。一次看一大把，然后呢，每次在找下一轮的10个 solution 的时候，我只是从这100个里面去找最好的10个。好，那这里也有一些变形了，比如说 stochastic bean search， 它就是说我从 K 个里面呢 ，K 个 successor 里面呢，随机选。with the probability of choosing the given successor being an increasing function of its value， 也就是说，这边呢也是带一点 semantic annealing 的感觉你跟这个表现越好的邻居，我选择到它的几率就越大这是 local bean search。好，那再来一次看一大把的这种做法呢，还有另外一种变形，也是一个这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一种演算法，叫基因演算法。基因演算法呢，其实是一种 stochastic bean search 的一个变形。那它呢，它每次去找 successor， 也就是说每一个 solution 的邻居的时候，它找邻居的方法呢，是借用了一些生物资讯演化的一些观念在里面。好，那它实际的做法是这样：首先呢，基因演算法一开始的时候呢，也是一样，我随机的初始化 K 个 state 或者是 K 个 solution， 随机的 K 个。好，那我们称呼这 K 个呢叫做 population 母体。
好，我 sample 出一个 population 出来，一个群体出来，然后呢，每一个在这个 population 里面的每一个人啊，我们都可以表达成一个字串。那这个字串呢，如果对应到这个基因演算法，它其实就是对应到一组染色体的意思。好，每一组解都可以用一组染色体来表达。好，那最常见的一种字串的表达法呢，可能是用0101，就是0或1的这两种 symbol 来代表。好，那你也可以用别种 symbol 来代表，比如说你用有限量的字母来代表。好，所以比如说我们这里举一个例子，还记得八皇后问题吗？八皇后问题就是说呢，我要在棋盘上面放8只皇后，彼此不要有冲突嘛。那任何一种摆法其实就是一种可能的 solution， 对不对？我们可以把八皇后问题的一个盘面表达成一组染色体，比如说我们根据我们表达成一个8维的，长度为8的字串，其中呢，如果我的 queen 放在012第2这个位置的话，不对，它好像叫123，我看一下，对，123放在第3个位置的话，那我的第一个字母我就用3来表示，然后呢，接下来我就用2来表示，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个盘面其实可以表达成3、2、7、5、2、4、1、1，这里3、2、7、5、2、4、1、1就是一种摆放8只皇后的一种表达法，这样可以吧？所以说，任何一组解我都表达成一个字串。好，那我现在呢，我会 initialize 一个 population 嘛，我会初始化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可能包含4种可能的解答。好，所以我可能可以摆成247485552，也可以摆成32752411，以此类推。反正每一个字串就对应到一个盘面。好，那对于每一个个体，这个就叫一个一个个体。对于每一个个体，我们都可以去评估这个个体表现的好不好。以八皇后问题来讲，就是今天你的盘面摆得越好，你彼此的冲突越好，你的表现就越优嘛，对不对？所以每一种盘面，我们都可以有一个评估方式，评估它表现的好不好。这个在基因演算法里面表现的好不好，叫做 fitness。好，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基因演算法就是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嘛，对不对？演化都是这样，所以他用 fitness 这个字，就是适应程度这个字来代表它表现的好不好。所以呢，每一个个体我都可以去计算它表现的有多好。好，所以比如说第一种盘面表现出24分，第二种盘面表现出23分，第三种20分，第四种11分。好，几分几分，这只是相对的，看你怎么去设定都可以。反正就是你有一个评估机制来评估这个盘面表现的好不好。好，那接下来我如何去产生出这些盘面的邻居们呢？他的想法就是演化。它怎么演化？也就生物的演化呢？首先，我们先找到有爸爸妈妈，然后呢，就是结婚之后生出的小孩，就是一代传一代这样子。好，那所以说呢，我们是根据这里的 fitness 的值24、23、20、11，表现越好的个体，它就越有机会被选为成为下一代的父亲或母亲。就是这样子。好，所以说以这个4个盘面来讲，好，我想，等于说我要挑出来产生出下一代的我挑出来要去做传宗接代的染色体有谁呢？好，我就根据这个嘛，我可能就丢骰子，那根据这个 fitness 越高的就被我挑中的几率就越高，所以我可能就挑到，我第一个挑到的是32752411，第二个挑到的可能是247485552，第三个可能又挑到32752411，它可以会重复挑。好，那第4个呢就挑到244151224。好，所以这个呢就叫做 mating pool。
mating pool 指的就是说，等于说就是我挑选出来可以跟别人结婚，产生出子女的那些染色体是这些。好，所以它挑的几率是根据你的 fitness 的值来挑。挑出来之后，比如说两配对，比如说这两个结婚，它产生出下一个子代的方法就是我找到这个自传里面的随机某一个位置，把它前段把1号染色体的前半段接上2号染色体的后半段，所以就会形成327，然后呢48552，然后底下这个呢就是2475241，也就是说这两个就是什么？实际上这两个代表的是另外一组盘面的意思嘛，对不对？棋盘的摆放方式。那我们就说这个呢，就是有刚刚上面那个父亲跟母亲经过生殖之后产生出来的下一代的这个盘面，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产生出来的子代。好，那产生完，所以这个动作叫做 crossover， 就是交配。好，交配完产生出子代之后呢，还会有一些很小的几率，可能会随机的从我的这个原本的这个染色体里面，会挑中某一个基因，随机的把它变成是另外一个。比如说这里本来是3248552，我挑到第一个5，然后呢把它改成1，这个就是所谓的突变。有一个很小的几率，某一个基因可能会产生突变。那最终呢，我第二代的盘面就会长得像3274815224752411什么以此类推这样子。好，那对应到这一个就是说，这个是父亲，这是母亲，然后经过 crossover， 新的盘面长成像这样子。好，那所以这个就是基因演算法的一个运作原则。那当然了，你说，那这样子有办法，他如何去控制说我找到的解会越来越好呢？其实最主要就是这里所说的，他基本上有一个信念，就是说，如果我每次在进行挑选的时候，比如说这已经是第二代嘛，对不对？那我要产生出第三代孙子这一代，我要挑谁来产生出孙子那一代呢？一样的。我的第二代这边，我每一个盘面，每一个 individual， 我都会去评估它的 fitness 的值。所以它有一个信念，就是我每次挑选出来的都是那种表现良好的盘面，我就有越高的几率被挑出来，然后产生出下一个子代。那我如果按照同样这个逻辑一直往下演化的话，我相信越往后面的子孙们就会表现越来越好。就是他虽然没有保证孙子一定表现的比爷爷来得好，但是长久之下，经过很多代的演练，基本上就有一个趋势，就是子孙会表现越来越好。好，那这边当然有一些理论上的证明，我们就不讲了啦。好，这其实是有严谨的理论证明的。OK，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基因演算法也是一种一次监控好几个 solution 的一种做法。OK， 好，那所以基因演算法就这样讲完哦。好，那所以说呢 ，local search 这里啊，我们刚刚之前讲的什么 hill climbing、semantic annealing、local beam search、基因演算法，它们全部都是属于 local search。然后呢，刚刚讲的这4种演算法都有一个特性，就是刚好啦，他们的 solution 都是 discrete， 都是离散的啊，就是说，尤其是像基因演算法，这个是离散的。OK， 当然，如果是 semantic annealing 或者是hill climbing， 它不见得是离散的啦。不过这边呢，特别要举另外一个例子来跟大家讲说，很多时候啊，我们的 solution 是 continuous 的 distribution。所以在 continuous space 底下呢，我们的 local search 可以怎么做？就是说今天我的解，我可能的解，那个解空间是一个连续的一个 distribution。它不像8皇后，8皇后就是你要么这只皇后，要么放在这一格，要么放在那一格嘛，它不是一个连续的一个空间。
如果你今天要解的是 local search in continuous space 的话，有一种做法是你还是硬把它变成是一个 discrete 的状态。好，所以现在比如说啦，我们现在面临一个新的问题，还记得那个罗马尼亚的地图吗？假设我们今天呢，在这个罗马尼亚的这个国境之内啊，我们要建造3座机场。那这3座机场的建的位置呢，分别要在 S1、Y1、S2、Y2 跟 S3、Y3。好，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要找到最好的 X123 跟 Y123， 使得罗马尼亚的主要城市距离这3座主要的机场整体而言会最近。所以每一个城市都有一个离它最近的机场嘛，那这个机场的距离，它距离机场的距离，好，整个加起来要越小越好。所以这个就相当于是我在一个2维的空间当中，我要找到一组最好的参数 S1、Y1、S2、Y2、S3、Y3， 它包含6个变数的一个向量，在一个6维的空间当中找到一组最好的6维的向量，使得主要城市距离这3个机场能够越近越好。这是一个在 continuous space 做 local search 的问题。所以呢，我们的 objective function value 就是长这样呢，就是说C 大 CI 指的是距离 I 这座机场最近的那些城市的集合。好，所以说呢 XI 减到 SC XC 就是某一个城市嘛， XI 就是第 I 座机场。好，它的 X 方向的距离的平方加上 Y 方向的距离的平方，然后我把这些全部都上起来，然后呢再 summation I 等于1到3，也就是说有3座机场嘛。所以整体而言，这整个加起来的意思就是整体而言主要城市距离这3座机场最近的距离的总和是这样。那我希望这个 objective function value 越小越好，对不对？越小越好。好，那怎么求这个问题的解呢？有一种做法是我不知道嘛，那我只好先，你可以用以前我们刚刚前面讲的这4种方法的任何一种方法。好，我不知道这 S123、Y123 要怎么给，我就随机给嘛，对不对？随机给一组6维的向量，然后呢，我就去找这个6维向量的邻居嘛，对不对？好，那你可以把它 discretize， 就是你把它离散化。你假设每次我这个 x 或者是 y 要移动的时候呢，一定就是加 delta 或者是减 delta。所以说呢，我现在有一组6维的向量，我每次进行变动啊，就是 x1 有2种走法，加 delta 或减 delta。然后呢 ，y1 呢也有加 delta 或者是减 delta。好，所以说呢，你的所有可能邻居的可能的数量就是2的6次方嘛，对不对？第一个维度有2种选择，第2个维度有2个选择，第3个维度2个选择，你它所有可能移动的范围全部都 check 过一次，然后呢去找能够让这个 function value 越小越好的那一个，这个就是一个 hill climbing 的演算法嘛，对不对？只不过现在不是在爬坡啦，现在是希望它的 objective function value 越往下越好，所以我们其实是要去找到最低的那个山谷。好，这个是一种做法，但另外一种做法其实是我们更想讲的就是说我们可以利用梯度你可以想象在一个6维的空间当中，你带入随机一组6维的向量，它对应的 objective function value 构成的就是一个高维度6维度的一个复杂的曲面。OK， 所以这个就相当我们今天要找的就是在这个复杂的6维度的这个山脉里面呢，我们要找到最低的那个山谷。OK， 我们要做的就是这件事。那过去呢，大家高中学数学，或者是说以前学微积分，大家应该都有学过一个东西，就是找一个函数的极值。还记得，我要找一个 function 的这个extremer， 这个极值可能是最大值，可能是最小值。那当时呢，我们都学过说，我们要找一个函数的极值怎么弄？我们就把这个函数
做一次微分，我们去找说它做完一次微分之后，你带入什么样子的 sy 会使得它的一次微分的值等于0，记不记得这件事？以前学数学有没有学过的这个一个 function， 老师要求极值，老师会跟你讲说，你就对它取一次微分，令它等于0，然后你去解出里面的 s 跟 y， 如果它只有 s 跟 y 这两个变数的话，对不对？好，还记得这个口诀吧？只是你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子就可以找到极值，对不对？好，我们在这门课里面呢，也不会跟大家讲为什么这样可以找到极值啊。有兴趣的话呢，大家应该去修最佳化导论，好，他就会告诉你说，它其实是有它的一个意义的。好，现在回到这里来，我们现在呢，就是我们有一个6个 variable 的一个函数，我们要去找极值。那根据以前高中老师告诉我们的，我们就对它做一次微分嘛，令它等于0嘛，对不对？那现在因为它是一个6个随机变数的函数，我对它做一次微分，其实是需要怎么样？我把这个function，我对第一个随机变数做偏微分，第二个随机做偏微分，第三个偏微分，第四、第五、第六，我个别要做偏微分，然后令它等于0，这样。所以其实是这样，如果今天我对第一个 variable 做偏微分，所以 partial f over partial x1 经过偏微分之后呢，它其实是因为其他 s2、3、y1、2、3对于 s1 来讲都是常数嘛，一微分之后就不见了，就是剩下这一个，所以就剩下2倍的 summation xi 减掉 sc， 其实就这样子。啊，那你就去把这个对应的 xi 解出来，这个就是我要的答案。OK， 好，那讲到这边，这个其实是一个数学方法了，哈。那而且呢，如果这个function如果真的是可以被微分的话，数学上可以被微分，你直接就可以套这个式子，你就可以找到最佳的 s123 y123。好，但往往事情呢不会那么的简单，很多时候它的函数复杂到你根本就没有一个 closed form 的一个微分的没有一个微分的 closed form。好，那所以更 general 的一种做法来讲，应该是说，你可以想象哈，大家现在想象一下，我现在呢，我看一下这里啊，这里好，用这个例子来讲，假设我现在就是一个有2个变数的一个函数，好，所以我带入不同的 s1 跟 s2 的组合，我的 objective function value 它的分布啊，可能就像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曲面，好像一个碗，好。那我今天呢，我随机的从某一组 S1、S2 出发，比如说这里啊 ，S1 等于这样 ，X2 等于这样，在这里，那它对应的 function value 高度在这边，所以你可以想象，大家需要一点抽象想象能力啊。我现在手中拿着一个碗，你现在的位置呢，在这个碗的边边，在这个山腰这里，在这里。好，那你现在的目标是？你要用最快的速度走到碗的最底端，你要怎么走？你要走到碗的最底端，也就是说，你要找到最好的 S1 跟 S2 大概在这边，因为它对上来的 objective function value 的值在这里。你要如何从这个位置走到这个位置，使得你的高度从这边降到这边 ？OK， 好，事实上。最好的做法就是，你现在想象一下，你站在这个山腰上，你要先决定你要行走的方向。那我呢，先对 S1 做偏微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假设我现在站到你想想，我现在站在某一个山腰上，我可以选择往前或后走，前后走。假设这一个轴叫做 S1 这个轴。我也可以选择左右走，好，这个轴叫做 X2 这个轴。我先决定，我如果在前后这个轴这个方向上，我应该是往前走会让我的高度降低，还是往后走会让我的高度降低？
OK， 所以它其实这里取 gradient， 大家知道 gradient 指的是梯度的意思。所以说我在 x1 这个轴，我去算梯度，我就算出它的梯度，然后呢，我往梯度基本上是一个向量，好，那梯度指向，以这个例子来讲，它是指向能够让你的高度最快提升的那个方向，这是梯度。OK， 但今天我们不是要提升我们的高度嘛，我们要降低我们的高度，所以其实我们是要往梯度的反方向来走。好，所以现在一样，他在做的事情就是说，我现在整体而言，他在所谓的算梯度是指说，我现在站在这个点，我可能应该要往右前方，我在垂直的这个方向呢，我要往前面一点点。右边的这个方向，我要往右边一点点，所以整体而言呢，我应该往右前方这个方向走一步，会让我的高度下降最多。OK， 好，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算梯度这件事情，就是在做一次微分这件事，整体而言，你对 x1 做一次微分，你对x2、x3、y1、y2、y3， 这个相当于是在算我在这个六维的空间当中，我往哪一个方向走，会让我的高度上升最快。那它的反方向就是让我的高度下降最快的那个方向。OK， 好，那因为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没有要讲微积分啊，我们只能够这样比较抽象的跟大家说，好，所以呢，你要怎么走？你今天你要如何去你现在从某一个六维的一个空间的位置，你要往哪个方向走呢？你就是往梯度的反方向来走。好，那走多远呢？你可以决定看你要走多远。比如说我要走阿尔法这么远，所以我原本现在的位置是 x， 我往这个方向走阿尔法这么远，我就走到了我的那个邻居那里。所以就有点像是说，我现在人在这边，我决定要往这个方向走，走多远？走阿尔法这么远，那我走过去之后呢，我的高度就会降低，变成像这样。我走到这里来，我的高度就降低到这里来，这样，好，所以这个式子在代表的就是这个意思。OK， 如果在座的有些同学，你已经有在写 deep learning 的程式了，你在进行 optimization 的时候，你是不是要设定一个 learning rate， 对不对？这个就是 learning rate， 这个 step size 就是 learning rate。所以我们现在在讲这一页，它是实际上大家现在在用的 deep learning， 你在做模型训练的时候，你一直在做所谓的这个backpropagation 的这个演算法，它的核心其实就是这个gradient descent， 就是往梯度下降那个方向来走。好，那这个 step size 阿尔法，如果你设定的太小的话，那就代表说你每次都很谨慎，你虽然已经知道要往右前方走，但每次你就走小碎步，我就走一点点，可以啊，你走一点点会让你的海拔高度下降一点点，然后你再走一点点，下降一点点。如果你阿尔法设定的很小，那你就要走很多步，你才会走到山谷嘛，对不对？你也可以说我阿尔法设大一点，设很大，我呢要往这个方向走，但一下子呢我就走很多，我搞不好从这个点咻就走到这里来，那反而我就错过了最低点，然后呢在下一步呢他就决定要往回走，那你又走很多，你又回到这里来，然后你就在两边在那边摆荡来摆荡去啊，所以这个就是当阿尔法太大的时候呢 ，the search could overshoot the maximum， 它有可能会走太多啊。那所以这边是提到说，你如果决定了你要走的方向之后，你其实可以搭配之前我们学过的这些最佳化的方法，你可以去做一个 line search， 来 overcome 这个做法，你就是你可以用一个 line search 来做这件事，
那什么叫 line search 呢？其实这里就又对应到了，你看啊，这是一个示意图。假设我已经决定要从这里我要往这个方向走，你想象一下，我往这个方向走，相当于是我在这个碗啊，我把这个碗根据这个方向，我切一刀，我去看碗的横切面，那个碗的横切面就会很像是这个样子，就会很像是这个样子，对不对？好，那如果是很像这个样子，我要往高度低的那个方向走，有一个以前我们学过的东西啊，叫做牛顿法，牛顿的切线法这件事情。好，那我们可以把 line search 的这个算法呢，可以想成是一个 general technique for finding roots of function。也就是说呢，大家知道以前我们在学数学的时候，我们给你一个函数，那我们现在不是要你去求 g of x 等于0，你代入什么样子的 x，g of x 会等于0吗？有没有？这是以前数学常见的一个数学问题嘛。好，那当时呢，我们当然有很多种解法可以来解这个function root， 找它的根嘛，对不对？啊，高中数学说我们要找这个function的根。好，其中有一招就是牛顿法嘛。牛顿法的式子记不记得？就长这样。我随机挑某一个 x， 从某一个 x 出发，然后呢，我怎么去 update 这个 x 呢？就是 x 去减掉 g of x 除上 g prime x， 这个就是牛顿法。回顾一下，复习一下高中数学。假设今天 g of x 是这个曲线，所谓的牛顿法的意思就是说，我今天一开始乱猜，我猜 sk 是根，是这个 g of x 的根，一猜发现不对嘛，它不等于0嘛。好，那怎么做呢？我是不是这个交点处我画一条切线，看到什么时候交叉到 x 轴这里，对不对？以前高中老师这么教的吧，没有错吧？那我们去算说，你看这个切线啊，它的斜率其实就是 g of x 在 sk 这个位置的一次微分的意思。g prime of xk， 这个斜率怎么算？你会算吗？斜率不就是这个高度差除上这个宽度差吗？所以高度是 g of xk， 宽度是 sk 减到 sk 减1， k 加1 sk 减到 sk 加1，对不对？就是高除上这个宽啊，不就是这个斜率的意思吗？对吧？整理一下，我们就得到了 sk 加1等于 sk 减掉 g of sk 除上 g prime sk， 这个就是牛顿法嘛，对不对？这个就是牛顿法。好了，那讲半天，这个跟我们现在有什么关系呢？就是回到这里，我们刚刚说，我们在一个广大的、复杂的、高纬的曲面里面，就好像假设我们现在在一个碗，这里我们站在一个山腰上，那我们已经决定要往右前方走了，因为往右前方走能够让我高度下降最快。但要走多远呢？我要怎么走会最快走到从右前方这个方向最快走到很低处呢？就相当于我在右前方这个方向把这个碗切一刀，我从侧面来看，它是不是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曲线？然后我在这个曲线上，我现在人站在这个山腰上，我要如何很快的往这个方向走？我可以用牛顿法。OK， 好。那所以呢，原本啊，我的这个梯度下降的公式长这样，这里的 f of x 的一次微分，它的角色就如同是 g of x 的意思。好，所以这里 to find the maxima or minima of f, we need to find x such that the gradient is 0。我们要去找到的是能够让这个梯度的值等于0的那个地方。好，所以说呢，在牛顿法里面的 g of x 的角色就如同是这里的 f of x 的 gradient， 因为我们要去找到这个 gradient， 这个梯度向量会让这个梯度向量等于0的地方，所以你把原本刚刚是写 delta， 这个倒三角就是 f of x 的 gradient， 这个改成带到牛顿法的话，相当于我的 update 的式子长这样。好。
这里的 h of x 这个东西的 inverse， 这其实是一个矩阵，这个其实是我把 f of x 做2次微分啊，你知道一个高维的一个向量，我对它做1次微分是一个向量，再做第2次微分，它就变成是一个矩阵，一个 Hessian matrix。好，所以呢，这个 g of x 相当于是这个倒三角 f(x)， 然后呢，这个 g prom of sk 相当于是这一个 Hessian matrix。好，所以这基本上本质上这个就是一个牛顿法的东西，这样。好，那所以呢，这个你可以我们为什么这一段要讲这么久啊？是因为它其实就是现在大家 deep learning 找最佳解的一个基础啊。你要找到梯度的方向，然后你要决定要走多远啊。当然你也可以说反正我就时间多，我 GPU 够强啊，我的阿尔法这时候设小小的，我就走，慢慢走啊。那你也可以选择说，我一次就要决定，我在这个右前方这个方向上，我最好走多远，最好走阿尔法，那个阿尔法是多少？我找到那个最好的阿尔法 star， 然后我直接走过去，这样子。好，那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一个 local search in continuous space 的一个非常 general 的一个做法，这样子。好，来，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休息之前，我们看一下 slide 上面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好，我看一下哦。这门课期末报告跟学校毕业所需要做的专题都是跟 AI 相关。那么在学校的专题老师与学校毕业相关的学校毕业需要的专题组员同意可以把这份专题用来当做这门课的期末报告时，这门课是什么东西啊？可以拿来做什么东西啊？你在问什么？你到底要讲什么啊？可以直接拿学校毕业需要做的专题当做这门课期末报告的题目跟以后要做的报告吗？哇！你可不可以修饰一下你的文字？可不可以用 large language model 帮你摘要一下？简单讲，就是说你可不可以用你自己的专题来当这门课的 final project 的意思吧？好，我猜你就是这个意思。那就看我基本上我可以同意，基本上我同意啦。好，那但是呢，我也之前跟大家说过，就是说我希望大家不要为了做专题而做专题，也不要有那种所谓的也不是讲一语多词，就是说我希望呢，你因为修了这个课，你做了这个专题，对于你个人的毕业专题有帮助。你是因为你修了我这个课，你发现里面有一个什么东西，你可以用在你的专题里面，造就出你个人的毕业专题的一些进度。我想这个是 OK 的，这样。为什么这个画面变这样？我可不可以打勾啊？这里对。好，再来。上课提到那些公式在考试中会计算吗？我们最主要都是考观念都会考观念，不是会真的要你带入什么数值让你去计算的最主要都是那些观念。好，来，那我们暂时先上到这边，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嘿，怎么样？我想问这个，就是主题的问题。哎，可以记吗？还有智慧听到，还是都可以查。好，就是如果我想做像是西洋棋，因为西洋棋有好几种做法，就是西洋棋的 AI 有好几种，也有
有一种是就是可能根据现在的棋面，然后直接可能用一个演算法，然后找最佳解，然后另外一种就是深度学习。那我可以就可以做2种，就是一种是就可能用有点类似那个深蓝那种，不是深蓝，就是阿巴狗那种，有点像专家系统。然后另外一种就是深度学习，因为我怕深度学习可能练不太出来，就是因为应该练得出来，练得出来吗？起伏，可是如果我有点想做是对抗式练训练，可以，我觉得起伏有点烂。可以。所以就是如果我的目标是就是要赢过那个我用演算法写出来的那个，是可以的，会啊。哪一位？哦，你知道，OK， 我好像有收到，所以说，反正你只要上网填你真志的那个学校，现在都是线上，所以说你只要填了，那我就会收到信，那我就会把推荐的内容，当然我会改一下嘛，然后我就会填到那个线上系统里面去。好，但你自己要注意的一个事情就是说，万一我漏掉了，你要能够，就是你自己要去 check 的时候，你应该可以看得到说我是不是已经有填，因为很多学生叫我写推荐信，然后如果比如说你会报几间，4间5间学校，那你可以想哦，假设10个学生找我写推荐信，我就要填，每个人都填1间学校，我就要填50个推荐信，所以我很可能会漏掉，所以你自己要 check 说有没有漏掉。我如果漏掉，你要来提醒我。我在就是
喂，好，我们要继续回来上课咯。好，刚刚讲完了这个在 continuous space 的一种很 general 的一个找寻最佳解的一个方法。好，那在实际的工程问题当中呢，还有另外一种很常见的问题的形态，就是所谓的 constraint optimization。也就是说呢，你不只要找到最佳解，你还要找到符合某些条件之下的最佳解。好，这种就叫做有限制性的这个最佳化问题。那这类问题又很多了，那其中最著名的那一类的问题，还不是一个问题，是那一类的问题呢，叫做线性回归。linear programming， 我不知道中文是不是叫做线性回归 ，linear programming。好，那你如果去找 linear programming 啊，它根本就是可以独立自己开成一门课就独立写一本书的一种那 linear programming 呢，也许是到目前为止最被广为人知的这种最佳化的问题。那它主要会讲成这个名字呢，主要是因为它的 objective function 可以表达成一个线性的函数，它的限制它的 constraint 也可以表达成一个线性的函数。那一般来讲 linear programming 呢，只是一个更广大的一个集合，叫做 convex optimization 的这种问题的其中一个子集合而已。好，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样子的 linear equation 它其实可以形成它的可能的解呢，可以形成一个 convex set 一个 convex set。好，那底下举一个例子啦，这个是我之前教最佳化导论的时候的投影片。一般来讲这一类的问题呢，它的函数，它的整个 problem 的 formulation 会写成这样。我可能要去 minimize 一个 C transpose X， 你可以看到说这里的 C 跟 X 都是写粗体字，代表的是它是一个向量。好，那以前我们学线性代数我们就知道嘛，一个向量的 transpose 乘上另外一个向量，代表的就是什么？其实就是 C 这个向量跟 S 这个向量的内积啦。好，那撇除内积不管，其实这个的意思其实就是假设我有一个向量叫 C1、C2、C3， 有另外一个向量叫 S1、S2、S3。C transpose X 就是什么 ？C1、S1 加上 C2、S2 加上 C3、S3 啦。好，所以这个就代表说，我的 objective function value， 我的这个，这叫什么？目标函数的值呢，可以表达成一个 linear equation。好，我要 minimize 它，然后呢？ subject to AS 等于 B， 就是我要符合底下这个条件。那个 AS 等于 B 是什么？就是大家线性代数一整个学期在解的这个问题嘛。一个矩阵 A 乘上一个向量 X 会等于一个向量 B 嘛。好，那如果你还记得的话 ，AS 等于 B 其实就是一个线性系统，里面就是包含了很多的线性方程式的意思嘛。而这些线性方程式就定义了我这个问题的一些 constraint， 我的限制是怎么样？那事实上呢，在实际的工程问题上呢，很多时候你这个 constraint 可能是要 AS 大于等于 B， 或者是 AS 大于等于 B， 但不管是哪一种，它都可以改写成 AS 等于 B。然后底下举一个例子啦，这边只是在介绍这个问题的形态给大家知道。要是你想要知道这个问题要怎么解，你要去修最佳化导论。所以比如说有一个制造商，他会制造4种产品 S1、S2、S3、S4。那要制造出这4种产品呢，需要有人力 labor in person weeks， 就是说我到底要制造一份这样子的1号产品，我要几份人周要几个人要做1周或者一个人要做几周。然后呢，我要有材料 A 要几公斤，那材料 B 要几盒这样子。那每一个产品呢，它所需要的这些资源都不一样。那我为了要决定呢，每一周的制造的这个安排，这个制造商cannot use more than the available amounts of labor and the tool raw material。
我们的人力资源跟这些材料都是有限的。好，我每一周我要生产的分量是会被这些资源受限住，这样。那怎么个受限法呢 ？Relevant information is present in this table， 长这样。也就是说，我要生产1号产品呢，我要1个人周，然后6公斤的 A， 3盒的 B 这样子。我要生产2号产品呢，要2人周，然后呢5公斤的 A 跟4盒的 B 这样子。好，那我现在呢，我整个资源啊，我只有20个人周，然后呢，我有100公斤的 A，75盒的 B， 那我要决定我是要生产几份的 X1， 几份的1号产品，几份2号产品，几份3号产品，跟几份4号产品。假设今天我是要去最大化我生产的总量的话，那我可以说什么？我要 maximize X1 加 S2 加 S3 加 S4， 而且呢，要符合什么？符合这一个规定。这个规定就是，假设我生产 S1 份的1号产品 ，X2 份的2号产品。好，那我需要多少人周呢 ？X1 乘1加上 S2 乘2加上 S3 乘1加上 S4 乘2，要小于等于20，因为这是我的人力资源，最多就是20。然后呢，我需要的产品，这个 A 材料几公斤呢？我需要6S1 加上5S2 加上3S3 加上2S4，要小于等于100公斤，要不然我材料会不够啊，对吧？啊，以此类推，第3个限制我可以写成这样，所以这整个最佳化问题呢，就可以写成 maxima X1 加 S2 加 S3 加 S4 小写的 X subject to 这3个 equation。啊，这个就是一个 linear programming 的问题。好，那这个预知详情呢，请去修最佳化导论。好，有兴趣去修它，那它其实非常的实用。你可以想象这样子的问题的探讨是发生在什么时候 ？Again， 又是2次世界大战。你知道，当人在战争的时候，会被激发出很多的潜能。啊，当时一定是有很多资源的限制啊，要怎么样分配？有没有要生产什么东西？然后我要怎么去做会得到最佳解？啊，所以其实这一类的问题啊，在经济学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啊。好，但是我们这里就稍微做一个介绍啊。好啦，那我们之前讲的这个很多的问题呢，我们都是假设说，我们对于环境有十足的这个感知能力。那有些工程的问题啊，其实天生这个问题就是我只有一部分的感知能力 ，partial observation。好，我们其实不确定我们目前处于什么状态。好，像刚刚前面的怎么 hill climbing 啊，什么什么，你可以想象说它每一组解，其实就代表说我已经完整知道周遭的所有的状态之后的这个，比如说我的邻居表现的怎么样啊，我可以把我的邻居看得很清楚，所以说我可以去评判我的邻居长怎么样。那要是我连邻居长怎么样子都没有办法100%掌握的话，那可能它就是一种 partial observation 的状况。好，所以底下举一个例子啊，假设有一个 robot， 它放在一个好像迷宫的环境里面，那它呢有4个 sensor 能够去感应上下左右。OK， 那它能够做的事情呢，就是移动这样子。好，那所以说呢，今天假设有一个类似迷宫的环境长这样，好，它基本上是一个就是一个长方形，然后都是用墙围住的一个区域，然后这些深灰色的地方都是属于障碍物这样子。好，那我现在如果随机的把这个 robot 丢在这个环境里面，我其实并不知道我是在这个环境里面的哪一个位置，所以怎么办呢？我就用我的上下左右4个方向的 sensor 去感测一下有没有障碍物，这样。好，所以呢，在第一个时间点呢，我感测到北边、南边跟西边有障碍物。好，那这时候我的位置在哪里呢？其实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只知道说北边、南边、西边，这个位置几率蛮高的，对不对？啊，如果是这个位置，它的障碍物只在北边，
它西边跟南边还有东边都没有障碍物。好，那所以既然我去做 sensor， 我 sense 到的指数是北边、南边、西边有障碍物，那么这些所有可能的位置里面啊，相对比例较高的就是这个位置、这个位置、这个位置跟这个位置。好，这第一个时间。好，接下来我将它移动，移动之后呢，它可能就移一格嘛，然后呢，我再 sense 一次，这时候我就发现，在第二个时间点呢，我是只有北边跟南边有障碍物。哎，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就发现了这个位置其实是最有可能是目前机器人的位置，因为你如果当时刚刚是在这里，你移动你就移到这里来，它的北边就没有障碍物啊。好，那这里也是移到这里来，北边没有障碍物，移到这里来，这南边就没有障碍物嘛。所以最有可能的，你很有可能是你最早从这里出发，然后现在走来这里。好，那这个就是当面对 partial observation 的时候，也会有不一样的这个判断。所以这边我们是点到为止，这个是为下一个章节我们要讲解的章节铺路。当我们只有 partial observation 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引入几率这个工具来帮助我们做判断。好，那这个 chapter 的最后一块在讲的是 online search。到目前为止呢，我们讲的这些 agent 或者说我们讲的这些演算法，都是部署在一些 agent。这些 agent 呢，它都是我们都假设说它的环境就是一开始我给你这个环境，然后这个环境呢，在你整个运作、找寻、解答的过程当中都是不变的。所以基本上呢，环境不变，那你就去找到一条最好的解答。所以它是一种 offline search。好，那相较之下呢 ，online search 的 agent 呢 ，interleave computation and action， 就是一边做，然后一边去算，到目前为止最佳的解。First, it takes an action, and then it observes the environment that compute the next action. OK， 好，所以它就是我做了一个动作，比如说我移到我的邻居这边，然后我再去看看周围的环境。那我再决定我要往哪边移，然后再看看周围的环境所以说这里online search 的一个明确的一个例子，就好像说我现在把一个 robot 丢到一个新的他从来没有遇过的一个 building 里面去，那他就一边走，然后一边去感应所以有点像是刚刚这个这个就属于 online search 的一个范畴那一个什么样子的演算法叫做我符合 online search 的这样的一个定义呢？我们规定说它要会做 action， 然后呢，你从某一个 state 做了某一个 action 之后呢，还会跑到 S-prompt 的这一个 state 这边去然后你可能就是要去判别说，我现在走到一个新的 state， 我是不是已经到达我的目标了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会看根据那个感测的一个结果。再去做下一个 action， 这样子那所以说呢，以这个例子来讲 ，the agent does not know that go up from 1,1 leads to 1,2。你从 S 这里出发，你往上，你其实并不知道说，原来你是从11走到12这一格了然后你也不知道说，你从12这一格再往下走会走到11这一格，就是都不知道。你要一边走一边去感测。那如果说你只有 partial 的 observation 或者说你要一边走一边感测的话呢，如果你有admissible 的 heuristic function， 这个我们在上一章讲过，那它可以帮助你比较快速有效的到达你的一个目标。那以刚刚上面的这一个例子来讲，你的这个所谓的 admissible 的 heuristic， 你可以用直线距离或者是说呢，这里用的是你可以用所谓的 Manhattan distance heuristic。Manhattan distance 的就是你比如说你走到这一格，这一格离你的目的地还差几格事实上呢，如果不考虑这些阻碍的话，它还差1格、2格、3格这样子，这个是 Manhattan distance 好，那 typically agents 这个 agent 的目标呢，是要尽可能的用最少的 cost 来达到你的目标那这个 cost 呢，包含了你可能你从一开始走到现在的这个 past cost，
以及呢，你从这个地方要到你的目的地所需花的 cost，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上一章讲的 A-star algorithm 的那个概念嘛。好，那你要去评判一个 online search algorithm 运作的好不好呢？常常用的是这个所谓的 competitive ratio。好，那意思就是，我们这个 online search 的演算法实际花的 cost 跟我们已经开地图，好，整个都知道整个 search space， 好，相较之下，你多花了多少的 cost， 你那个比例有多少？好，那当然我们希望这个值啊要越小越好嘛。好，概念上是这样啦，但是我们也说过，在很多实际的工程问题里面，我们根本没办法开地图，因为我们根本就不晓得那个 search space 是长什么样子。好，所以你现在随便拿一个这个深度学习的一个问题，所以你要辨识花朵，你怎么知道全世界的花朵的 distribution 长什么样子呢？啊，你大概是不会知道的。啊，好，那所以说这边其实就是介绍 online search 的这个观念了哈。After each action, online agent 呢会去感测目前的这个状态。那根据这个资讯呢，它可以逐步的去了解这个环境的这个状态啊。所以我们之前在讲到这个所谓的 model-based agent 的时候，也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啊。The current map is used to decide where to go next。啊，那所以你一边决定你要做什么动作，然后一边感知，就会逐渐的让这个事情越做越好。好 ，To avoid traveling all the way across the tree, an online algorithm better expand nodes in a local order。你最好就是从你的周边开始去 expand。好，所以比如说之前讲的 DFS 就属于这种情况，其实 hill climbing 也是属于这种情况。好，所以说这里讲到 hill climbing 也是属于一边走，然后一边看一下周围的邻居，一边走一边看周围的邻居。好，所以实际上啊。Hill climbing 本身就是一个 online search 的 algorithm。OK， 好，所以到底你是在一个 offline 的 search 的环境，还是一个 online search 的环境，那就是看你整个问题的定义而定啊，你整个系统的需求而定。好，所以最后面这里呢，其实是聊聊天的啦。好，最后面在这一个 chapter， 这第几章啊？第3章还是第4章？好，这个呢。第4章这边后半段啊，基本上就是在介绍几种可能不同的情境啊，跟这个它不是在介绍新的演算法啊，几种不同的问题的形态啊 ，online search 的形态啊，或者说什么 partial observation 的形态这样子啊。好，那所以这一块呢，就是我们的第4章。讲完第4章呢，接下来呢，我们要直接跳到第12章。好，我们之前就说过嘛，我们要尽可能的把更多时间预留在往后比较更重要的议题上面哈。所以说，我们这本书很厚一本，那但是我们中间就跳掉很多个 chapter， 从第5、6、7、8、9、10全部都11全部都跳掉。因为呢，那里有一大段是在讲以前古老的这个符号逻辑啊那种东西啊，那现在已经几乎没什么在用那个了。好，所以我们直接进入到第12章。好，第12章呢，就是要引入几率了。好。所以第12章呢，有蛮大一部分其实有点在复习几率的意思。那我们为什么要用几率呢？我们刚刚前面已经铺陈了，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只有 partial observation， 我们并不确定这整个环境的样态是怎么样。我们这都根据说，我之前做了什么 action， 那我目前感测到什么样的一个状况，那目前的 state 比较有可能是怎么样啊？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就要引入几率。所以这里就提到了，我们的开发的这些 agent 啊，必须要能够处理不确定性。好，那这不确定性可能来自于，你只能够部分观察到目前的环境状态啦，或者是说 non-deterministic。这里的 non-deterministic 我们之前都没有特别提过哈。
这边稍微补充一下，他的意思就是说，有的时候啊，你叫这个 agent 往东，它不见得一定是往东，它可能有某种机械的不确定性或故障。你可能叫它往东，它可能有80% 真的会往东，但是呢，也有10% 会往南，有10% 会往北。好，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如何 handle 这种情况？好，那所以一个 agent 呢 may never know for certain what state it's in and where it will end up after a sequence of actions。好，他一开始根本就不知道他现在处于哪种状态。好，所以在这一类的探讨里面呢，我们最常用的是一些像医师诊疗的诊断的这个例子。好，所以比如说啊，现在呢，这个有人去看牙痛，去看牙医。好，那我们试着想办法来诊断一下为什么他会牙痛。好，那我们可能就会写下这句话，比如说你牙痛，那我就推算出说你有蛀牙，这样子。医生看到你告诉医生你的症状，说我牙痛，然后医生就 imply 他脑中就直接推断你有蛀牙，这样。这个式子呢有什么问题呢？就是说这个式子可能是错的，对不对？因为牙痛并不代表你一定有蛀牙，对不对？牙痛说不定是你有什么牙龈的问题啊，或者是说你有这个口腔溃疡啊，这可能都有可能会造成你牙痛。所以说呢，其实啊，写上面的这个简单的式子，这个推断可能是错的。那你说，那我就把所有可能造成牙痛的后果都写在这里嘛，点点点点点点，对不对？但很不幸的呢，你如果要把这个写得很完整，也是几乎不可能的，因为它可能有无限多的，比如说你牙痛是因为你刚刚走路撞到桌子之类的，有可能嘛？所以无法穷举，那怎么办？那反过来，如果你跟医师讲说我现在牙痛，那我如果反过来写呢，就是说我变成是你因为蛀牙而牙痛，而不是说你现在说我牙痛，你现在说你现在是一个病人，你说你有牙痛，我就说那你有蛀牙啊。那如果反过来，你因为蛀牙而牙痛，这样子对吗？其实也不见得对，为什么？因为会造成牙痛的不是只有蛀牙。好，那所以另外一个跟刚刚前面这里也是一样嘛，你也无法穷举出所有可能的原因而造成牙痛，你也没有办法根据牙痛来推算出它所有可能的后果。因为牙痛而造成什么后果，你也无法全部推算。好，所以这样子写是不行的。那之所以不行，有几个原因啊。第一个是 laziness， 就是说我们不可能把前项跟后项穷举出来，所有可能都穷举出来，这是可能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是，也许根本在医学上根本就还没有完全探究出为什么会牙痛。虽然可能99.99%都已经研究出来了，但说不定比如说心脏的哪一条神经有问题，所以造成你牙痛，搞不好还没有发现这个原因所以有可能是一些理论上的一些不足，那也有可能是一些实际上的不足。也就是说，那我就花很多的时间，花很多的钱，穷尽一生所能去探讨出所有可能的状况，有的时候呢也达不到。好，我们也达不到。好 ，because not all the necessary tests has been or can be wrong。就是说，今天这个你说你牙痛，那我要想办法做一些检查，来判别出你可能的原因嘛。好，在实际的问题里面，医生可能也不会叫你去做所有可能的检查，对不对？他不会叫你去做所有可能的检查，因为你可能你没有那个时间，你也没有那个金钱，所以在实际运作上，你也没有办法
做出所有的检查，来写出所有的前项或者是有所有的后项啊。所以总而言之，这是不可行的。因此呢，我们就要引入几率啊。几率呢是一个能够 summarize 摘要出不确定性的很重要的工具。所以我们可能可以这么说，我们可以从统计的资料里面去统计出说呢，80% 的牙痛患者呢，到目前为止我观察到的80% 的牙痛患者有蛀牙。这句话就可以是对的咯。Or from some general dental knowledge, or from some combination of evidence. 我可以从一些统计资料，从一些证据，从医师过去的经验，我可以写下这句话：80%的牙痛患者有蛀牙，这样。OK， 那它就能够辅助我们去做很多的判断。OK， 好。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是说，所谓的几率的判读这件事情呢，是根据你目前有多少资讯，它是有可能会变的。对于同一个病人，比如说一个病人，他一走进诊间说我有牙痛，那根据过去的经验呢，我只能够说，好，我现在都还没有开始问诊，我也没有看你的牙齿的状况。当你说出我有牙痛的时候，医师现有的 information 就是 OK， 你有牙痛，那他能够做的诊断就是你八成你有蛀牙，就这样。好，但是呢，当你把嘴巴打开，开始看牙齿的时候，搞不好医生就看到了，比如说某边牙龈在流血，这个时候他有了一些新的资讯了嘛？他的新的资讯就是说，我看到你牙龈在流血，所以这个时候，the probability that the patient has a cavity, given that she has a toothache and a history of gum disease。如果你今天这个病患说他牙痛，然后呢，他有牙龈的牙龈的这个病史的话，那么他有蛀牙的几率可能就只剩下 0.4。这两句话是不互相冲突的，这样懂我意思吗？就是说，在你看到不同的资讯的时候，对于同一个病人，他一样也是同样那个牙痛的病人，我去说他有蛀牙的几率是会变动的，这就是 conditional probability 嘛，条件几率嘛，对不对？好，所以这两句话都没有错，都成立，但是针对同一个病人，这样。好，那就好像说，今天，如果今天呢，我们知道这个病人的所有的症状，比如说他说他牙痛，然后呢，他有牙龈的病史，然后呢，我现在看他的嘴巴，我照 X 光，我没有看到任何的蛀牙的话，假设我知道以上所讲的这些资讯的话，那请问这个病人蛀牙的几率是多少？0啊，因为你已经看到没有蛀牙啦，那就是0嘛，好，那这个几率它有什么用呢？还记得吗？我们之前提到各式各样不同的 agent 的时候，这种 model based agent， 然后再更进一步就是 goal based agent， 再更进一步呢，当你有很多的目标，那这些目标，等一下我没有插电哦，等一下对不起。好，就是说，当你有很多的目标，然后彼此之间可能有冲突的话，那我们当时就讲说，你要找的就是能够让效益最大化的那样的 solution 嘛。好，那效益这件事情，我要怎么样效益最大化呢？所以说，一个 agent 它对于不同的 solution 或不同的 action， 它其实有不同的偏好。好，那我们就是偏好什么？我们当然是偏好
效益能够让效益越大的那一种，能够有最高效益或者说几率最大，能够造成最大效益的那种选择，就是我们要的东西嘛，啊，所以说呢，这个就是 utility theory， 好 ，utility theory。那整体而言呢，你搭配了要最大化效益，而且呢搭配了这个几率的这些使用的运算，整体而言合起来呢，就是所谓的 decision theory 啊。不过这是名词介绍了哈。那主要的概念就是说呢 ，an agent is rational。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说一个 agent 是理性的呢 ？If and only if it chooses the action that yields the highest expected utility, average all possible outcomes of the action。啊，就是整体而言，能够最大化预期效益的那一种 agent， 就是理性的 agent， 也就是我们要达到 maximum expected utility。那我怎么去达到所谓的最大预期效益？它就还没有发生嘛？那你如何知道我做了哪一个动作，我的预期的效益会高或低呢？这时候就需要几率的辅助，这样子。好，那接下来这边呢，我就会讲快一点啦，因为其实是几率的这个复习。好，几率呢，所谓的几率型的主张 （probabilistic assertion） 它主要是在描述说呢，我们各种不同的状态出现的可能性有多高这个 how probable the various worlds are。那在几率里面呢，我们常常需要先定义一个样本空间 （sample space）。所以比如说，我们如果丢2颗骰子然后它的点数就是所有可能的点数的这个集合呢，就是它的样本空间所以说呢，它这整个样本空间里面呢，总共有36种可能的状态从11、12一直到66为止那大写通常一般来讲，大写的希腊字母 omega 呢代表的是整个样本空间。小写的 omega 呢，代表的是其中的一种样本的状态好，那我们都知道说，几率的值呢，所有的样本空间，在样本空间当中的某一个样本，它出现的几率都在0到1之间嘛。然后所有可能的样本的几率的总和加起来会等于1这个我们都知道了。所以如果说我们丢2个骰子那它可能的点数，任何的一组可能的组合，11、12，或者到66、56、34什么等等的，每一种组合出现的几率都是1/36嘛。好，那我们通常对于在实际应用几率的时候，我们也许有兴趣的不会是单一的某一个状态，通常会是一组状态比如说我们可能对于2颗骰子加起来点数等于11点的时候有兴趣，或者是说呢，我对于2个点数都一样的时候，我丢出一个一双的时候一个 double 的时候是有兴趣的那像这样子的一个描述，比如说2个点数加起来等于11或者说它是成双成对的这样子的一个描述呢，就称为是一个 event In probability theory, these sets are called event 这在几率里面是叫 event。在 AI 里面呢，这样子的集合称为是一个 proposition， 一个命题，一个描述它可以用文字来描述的好，那你要如何去计算一个 proposition 出现的几率呢？其实也很简单，你就是把所有符合这个 proposition 的那些样本的几率加起来。所以比如说我对于点数加起来等于11点的这种状态有兴趣，我想要算它的几率，那这几率就是什么？几率就是你出来的点数是56或者是65，对不对你把这2种状态的几率加起来，那就是这个 proposition 的几率好，所以这里讲嘛，就是等于1/18这个几率好，那这些几率呢，不管是什么加起来等于11点，或者丢出来是成双成对，这些几率呢都是
unconditional probability， 或者是所谓的 prior probability 事前几率啊。那因为呢，它没有任何其他额外的资讯 ，OK， 所以这里就介绍到说，如果我已经有一些额外的资讯、额外的 evidence 的话，那么几率可能的估算方式就不一样。所以比如说我在意的是丢出成双成对的几率，可是今天呢，我已经知道第一颗骰子是5点，好，那你会丢出一个成双成对的几率是多少呢？你已经知道第一个骰子是5，那第二个骰子也丢出5的几率是多少？1/6嘛。好，所以这个 conditional probability 就根据我们刚刚前面也说过了，当你知道不同程度的资讯的时候，你去估算出来的几率是不一样的啊。那其中这个直值的这一杠就叫做 given probability of doubles given the first die is equal to 5就是对，给定第一颗骰子丢出是5点的情况之下，你丢出成双成对的这个几率是多少这是 conditional probability 好了，那所以呢，今天呢，又回到牙医的例子。如果今天有人这个随便一个病人走进来，好，那我去检查他的牙齿，他有蛀牙的几率是0.2这样。那如果说呢，如果今天这个病人走进来，然后他还告诉你说我现在牙痛，在给定他的状态有牙痛的情况之下，他有蛀牙的几率呢，可能就升到0.6这样子。好，那一样记得这2句话都是成立的。针对同一个病人，这2句话都是成立的因为那只是根据不同的资讯的情况之下，你给的资讯越多，我就越有机会判别出你实际的原因是什么。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到医院去，我们是不是要做很多检查？检查做的越多，理论上检查做的越多，我们得到的资讯越多，我们就越有可能精准的去判别这个某一个病的原因是什么。OK， 好，那 conditional probability 呢 ？probability A given B 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在 B 成立的情况之下 ，A 成立的几率嘛。好，那这个几率呢，就等于是 B 出现的几率分之 A、B 都出现的几率嘛。probability A given A 等于是 probability B 分之 probability A and B 嘛。好，这就好像说我在给定第一颗骰子是5点的情况之下，我丢出成双成对的几率等于是什么呢？等于是我第一颗骰子丢出是5的几率分之我丢出成双成对，而且第一颗骰子是5的几率这就是 conditional probability。OK， 好，这个应该大家以前几率都学过嘛。好，那所以呢，特别要讲这个是因为你可以把这个稍微兑换，把这个 arrange 一下，你就可以知道说 A、B 共同出现的几率等于是什么呢？等于是 B 出现的几率再乘上在 B 出现的情况之下 A 出现的几率。这个就是把这句话翻译成白话，对不对？合理吧？ A、B 共同出现的几率就是 B 出现的几率再乘上在 B 出现的情况之下 A 出现的几率。好，那这个呢叫做 product rule。product rule。OK， 好，那讲到这边呢，刚好铃声响了我们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个有人问说考试会怎么进行？这个其实我之前回答过很多次了。你显然之前都没有看影片。考试就是问答题，你如果是问题目的形式的话，考试就是问答题。那至于如果是非成大的同学，你们的考试的进行方式，我们在
我们在这个接近考试的时候我们会公布，但原则上就是你会在你们自己的学校考试，那可能会可能就是会借用一间电脑教室，然后呢你要连到 NTU 库然后时间到考题就会公布，然后你就把考题 download 下来，然后就是在空白的地方你就填入你的答案，然后就上传 NTU 库上传，原则上是这样好，在座的有没有问题？好，没有的话，我们就休息一下再回来应该从下礼拜开始。我等一下会讲。
就是有没有可能请您帮我写推荐信？嗯，那时候大学推荐，好像10月1号跟10月8号。你有研究所推荐吗？对对对。可以啊，可以啊。好。可以啊。我再跟老师。你要 email 给我，然后你弄个草稿给我。好。嘿。好，谢谢。嘿。好，好，来，我们要回来上课了。好，我刚好看到这个 slide 上面有一个问题，我看一下。几率在演算法中设定，条件几率在给定条件认定外生下。什么意思啊？这个中文是什么意思？理论上几率是完美，前提是两个骰子互相独立。然而，
实际上赌场或是吹牛游戏，可能是6颗骰子一起掷出，或在骰盅内会有很大可能互相碰撞，而非维持独立。在这个情况下，演算法是否真实能落实到真实世界？又该情况会如何选择应付？假如刚才一只马，以上就是这我怎么知道啊？好，这个我们在讲的呢，当然都是数学上的这个几率啊，古典的几率啊。那你说呢？这个真的那么多颗骰子一起掷出，里面可能会产生碰撞，而并非维持独立。对，这是有可能的，但是这件事情怎么去模拟啊？也许有很仔细的物理模拟，或者怎么样啊？所以说呢，你如果要考虑到那么的精细，也许是需要一些某种物理模拟的啊。有太多东西，有太多可能性可以来做啊。那我们讲的都是数学上的，理论上，如果是理论上，它即使是6颗同时指出，也应该是独立的啦。啊，演算法是否能够落地到真实的世界，不见得可以。这在很多很多的例子里面，我们都看到过了。好，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本来啊，这些各式各样不同的演算法呢，本来就不见得能够实际落地到真实的世界，啊，尤其是牵涉到人啊，又牵涉到人的，又是很难。好，比如说人有情绪啊，人有价值观啊，然后直觉啊这种东西，好，这种东西呢是很多时候是没办法量化的，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不知道该怎么量化。好，来，那我们继续哈。好，那我们在几率里面呢，这些 random variable 啊，好，我们在等一下的说明里面呢，不同的 random variable， 我们可能我们在这里习惯用大写的，啊，第一个字母会大写，所以说，比如说 total 这指的是，我丢2颗骰子，它的点数总和基本上是一个从2到12都有可能的一个随机变数，好，我们就会用大写的 total 来代表。然后 die one 指的是我丢第一颗骰子，这第一颗骰子的点数有可能从1到6，所以它本身也是一个随机变数。那我们在这一个 chapter 里面呢，我们会用大写的字母，第一个字母会用大写来表达它是一个 random variable。那实际的数值呢，就是可能的，就是说每一个 random variable 都有一个对应的 domain， 所以比如说 total 的数值呢，就会在2到12之间 ，die one 的这个 domain 就是1到6这样子。那如果是 Boolean variable，Boolean 的 random variable 就只有 domain 就只有2个，一个是 true， 一个是 false 这样子。好，所以比如说今天我丢出来的是不是一个成双成对，就是要么就不是嘛。所以说呢 ，doubles 我丢出来是不是成双成对，它本身也是一个 random variable。好，就是丢出来可能是成双成对，或不是成双成对嘛。所以今天如果这个 random variable 的真正的数值等于 true， 那就代表说它是成双成对，所以它真正的数值我们会用小写来代表，好，会用小写来代表。所以说 proposition of the form a 等于 true， 代表的是说a 这个 random variable 的数值是 true 这样子。好，那我们也可能用小写 a 来代表它。如果 a 等于 false， 那我们可能用 not a 来代表它。好，这里在做符号的介绍。好，那一个 random variable 它的 domain 有可能是无限大的，好像刚刚的这个丢骰子的数值总和是有限的，但也有可能是无限大的啊。那我们可以呢 combine these sorts of elementary proposition by using the connected or propositional logic 啊，比如说
the probability that the patient has a cavity, given that she is a teenager, with no toothache is 0.1。我们可以把这句话这个 proposition 或者这句话表达成一个数学符号，就是说他是一个teenager， 然后呢他没有牙痛，给定他是 teenager 而且没有牙痛的情况之下，他有蛀牙的几率呢是 0.1。你可以看到说这里用小写来写，代表他真的是一个 teenager， 然后呢他没有牙痛，好，就用小写来代表实际的数值，这样。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举一些例子啦，比如说 weather， 某一天它的天气形态也是一个 random variable。好，那我们假设天气形态呢只有4种 ：sunny、rain、cloudy 跟 snow。好，所以我们可以表达说，某个地区9月25号它的天气形态是晴天的几率 0.6， 雨天几率 0.1， 阴天 0.29， 下雪 0.01 这样子。好，那这4种可能的值，我们如果把它写在一起 0.6、0.1、0.29、0.01啊，我们写在一起，它就形成一个几率向量。好，那几率向量的话呢，我们就会用粗体字的 P 来代表。好，我们都还在做符号介绍。如果是细体字的 P， 代表的就是某一个几率。如果是把这个 random variable 的所有可能的几率列出来，它是一个几率的向量，那我用粗体字的 P。好，这个跟我们线性代数的习惯是一样的。一旦我们把它表达成向量或者是矩阵，我们就用粗体，尤其是向量。那所以这个就代表说呢 ，whether 这个 random variable 的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它的一个几率分布。好，那几率分布这件事情呢，也可以写成是 conditional 的。所以比如说 probability x given y 就是给定 y 这个 random variable 的 distribution 的情况之下，你 x 的 distribution 是怎么样？也有可能是你给定 y 的真正的数值是小 yj 的情况之下，你 x 是等于小 xi 的几率是多少？都可以的。好，那刚刚很多例子我们都是举 discrete variable， 如果是 continuous variable 呢？它是一个连续的，它的 domain 是一个 continuous 的一个 domain。那我们通常的写法呢，就会来表达说，用某一个 distribution 来代表它。比如说，某一个地区中午的温度等于 x 的几率，它其实是一个分布。那这个你知道温度嘛？温度不会是刚好，一定就是27度，不然就28度。我有可能是27.325度啊，什么这种。所以我如果要表达的话，某一个地区中午的温度等于 x 的几率呢，等同于是一个从18度到26度的一个 uniform distribution， 也就是说，它有可能落在18到26度之间。而且呢，至于是哪一个确切的温度，基本上几率的分布都一样。那这个 uniform distribution 就它这是一个 probability density distribution。这个是一个连续的一个符号 PDF， 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好，那所以我们只能够说呢，这个地区的温度落在18到26度 C 之间的几率是 100%。那它如果落在一个，因为这总共 totally 是18到26度，总共 cover 了8度 C 嘛。那如果我说呢，我预估18到22度 C 的几率呢，它其实就只剩下 50%。好，那我们之前也学过了事实上，我们想要认识的是说比如说今天这个地区中午的温度 19.25 度，这个几率有多少？如果你硬要问的话，其实你要怎么算呢？大家知道，在连续空间当中，其实你没有办法去算单一个特定点的一个数值，你只能够用极限的观念来做，所以你只能够说以 19.25 为中心，比 19.25 低一点点到比 19.25 高一点点的这个区间之内的这个累积的数值是多少？
那你说这个比19.25低一点点，是低多少？就是低到很少很少嘛，多少嘛？就是几乎没有嘛，这是极限的定义嘛。所以 limit 当这个 dx 趋近于0的情况之下，我去算这一个这个值这样。好，那所以这个是 continuous 的状况啊，这是以前在学微积分的时候这个极限的概念。好，那所以接下来我们看几个例子啊。今天你如果同时要考虑2个随机变数weather 跟 cavity， 好，就是天气有4种状态，然后呢蛀牙呢就是有蛀牙或没蛀牙2种。好，所以说呢，如果你要去表达这个 joint probability 的话，你可能需要一个4×2的一个 table， 因为天气有4种变化，蛀牙有2种变化，这样子啊。那你也可以混合实际的数值跟一个随机变数，比如说这个 sunny 跟 cavity， 这个 sunny 的这个 sunny 其实是一种天气形态嘛，在晴天的天气情况之下，你蛀牙跟非蛀牙，事实上这是2个不同的几率，所以说你用这里的大写 cavity， 它是一个 random variable， 它其实代表了2种状态，所以说呢，这里用粗体字的 p 来代表晴天有蛀牙，晴天没蛀牙，这2个几率合在一起。好，那根据刚刚前面讲的这个 product rule 去改写之后，我们知道说呢，这个晴天跟蛀牙的这个 joint probability 可以写成是蛀牙的 probability 乘上给定是蛀牙的情况之下晴天的 probability， 对不对？好，那这个如果仔细写其实就很有的写，你可以写出8种形态，对不对？晴天有蛀牙，就等于是什么？有蛀牙的几率乘上在有蛀牙的情况之下晴天的几率，然后雨天有蛀牙，阴天有蛀牙，下雪有蛀牙晴天没蛀牙，雨天没蛀牙，什么以此类推。所以其实总共有8个几率来去表达整个这2个 variable 的这个joint probability 这样。OK， 那其中一种状况就是晴天有蛀牙 ，OK，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其中一种状况，8种状况里面的某一种嘛。好，那这里写成粗体字的 p， 其实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呢，我可以直接写成细体字的 p 啦，因为它其实就是只有1个几率而已。好，那如果今天又再多考虑一个 random variable 蛀牙、牙痛跟天气情况 ，OK， 好，蛀牙有2种情况，牙痛有2种情况，天气有4种情况，所以你要表达这整个3个 random variable 的 joint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你要表达出16个几率这样子，好 ，OK， 好，就会有16个几率。好，那所以说这个就是很简单的一个，我看一下16种。A probability model is complete determined by the joint distribution for all the random variable. 对，好，这没有问题。好，那我们之所以要表达这一大堆几率，很多时候我们是为了要用来推论某一件事情它出现的几率有多高。好，所以说呢，假设今天蛀牙跟牙痛之间，我们现在考虑3个 random variable， 一个叫做蛀牙，不，讲错，牙痛、蛀牙跟 catch 指的是说呢，今天这个医生在帮你看诊的时候他不是大家去看牙医，他不是用一些器械他用一些工具，他就会看你这边牙齿什么的这样。然后呢，如果他用的那个探针有卡住你的这个牙齿的这个空隙的话 ，catch 就是有没有卡住的意思。那你大概可以想象说，如果他在用那个器具，有卡，某地方有稍微卡住，可能代表你那边真的有蛀了一个洞，这样。好，那整体而言呢，这都是 binary 的，就是有蛀牙没蛀牙，有牙痛没牙痛，有蛀牙没蛀牙，
有卡住还是没卡住啊？所以整个呢，我如果要描述这个 joint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的话呢，我就要写下8个值，就这8个。在有牙痛的情况之下，那么有蛀牙而且探针会卡住的几率0.108，牙痛有蛀牙探针没卡住的几率0.012，然后以此类推，这样子。好，那所以啊，这8种状态啊，你如果把这些数值加一加，其实会等于1啊，会等于1，这是符合这个我们几率的原则的啊。所以今天呢，如果你是要去计算说，有蛀牙或者有牙痛的几率，那你可以怎么算呢？如果你已经有了这个表了，有蛀牙或有牙痛的几率。那就是什么？我先把你看有牙痛的几率，就是这4个加起来，这都属于有牙痛的几率嘛。好，那有蛀牙的几率呢？有蛀牙的几率是这个0.108、0.012、0.072、0.008嘛。好，那刚刚这2个已经加过了，那我们再把这2个加起来，所以有蛀牙或有牙痛的几率呢，就等于是0.28。如果你知道这个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的话，好，那我如果要算说，有蛀牙的几率呢，那就也简单啦，你就把0.108加0.012、0.072加0.008这4个加起来，就叫做0.2，是这样。好，那我们做这个举这个这么简单的例子，我们主要是要介绍说，其实这件事情在做什么？在做 marginalization。我们在算这个 marginal 的 probability， 意思是说，我给定你这3个随机变数所形成的这个 probability joint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那我们对其中的某一个 proposition 或某一个 event 有兴趣，我要如何去算出这个 event？ 好，比如说我对于它蛀牙发生的几率有兴趣，那我就把对应的其他的不管是你看我对有没有蛀牙，我对于有蛀牙，应该说蛀牙的几率有兴趣，我其实是 sum over 什么呢 ？over 它有没有探针卡住，跟有没有牙痛，我都全部把它上在一起。这件事情叫做 marginalization。OK， 你要 sum over 其他跟蛀牙。这 sum over 其他的随机变数来去得到蛀牙这个的几率，这样。好，那这件事情其实也没什么啦，其实大家应该几率以前也都学过，对吧？好，那所以数学上来讲，写的比较数学一点，就变成这样了。我要去计算 y 这个随机变数的 distribution， 它就等于是什么呢？我去 sum over 所有其他的，比如说 z 这个随机变数的所有其他可能的 z 的状况，所以你看是 sum over probability yz 的 joint probability， 因为你把 z 所有可能的 z 的状况带进去，这样子。好，回到刚刚这个例子，这就相当于是说，这个0.108是什么？ 0.108 就是有蛀牙，然后呢探针卡住，而且有牙痛，所以我是 sum over catch 跟 toothache 这2个随机变数，这样。好，那这2个随机变数有可能是有卡住没卡住，有牙痛没牙痛，这样子。好，就是在这里所写的事情。所以这里就写了 probability of cavity 等于是 sum over 你这个 z 呢，可能是探针有没有卡住，以及有没有牙痛，这样子。那这样子的 marginalization 呢 ，also works on conditioning。好，你在这个条件几率的情况之下呢，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哈，假设我今天在有牙痛的情况之下，你仔细看大小写粗体字或细体字，个别有不同的意义哦，大家要习惯这件事啊。在有牙痛，这代表说他有牙痛嘛？在有牙痛的情况之下，我有蛀牙的几率。
是多少？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来用一下我们刚刚前面讲的这个 product rule 嘛，对不对？这个就等于是什么？等于是我有牙痛的几率分之我有牙痛而且有蛀牙的几率，对吧？好，那有牙痛的几率你会算呢？有牙痛的几率，你看底下这个表，我就是把0.108加0.012加0.016加0.064，就是我的分母。有蛀牙而且牙痛的几率在哪里？有蛀牙而且牙痛，那就是0.108加0.012啊，加起来等于0.6，这样。OK， 好，那同样的，假设我要去算说，在有牙痛的情况之下，你没有蛀牙的几率，好，那就套同样的式子嘛，算，你就可以算出0.4。好，那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现象 ，conditional probability 也一样会符合我们几率的基本原则、基本原理。你看，同样都在有蛀牙的情况之下，同样有牙痛的情况之下，你有蛀牙的几率跟没蛀牙的几率两个加起来要等于1嘛？因为在有牙痛的情况之下，你要么有蛀牙，要么没蛀牙嘛，所以这两个几率加起来就是全部嘛。OK， 好，那所以这里呢，等于一个例子告诉你。所以假设你知道这个 joint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你就有办法去运算所有在这3个随机变数底下的你所有兴趣的状况，你就可以去算得出来，这样可以吗？这就是一种 inference 嘛。你知道这个 distribution 是这样，你就可以去推算出某一个你有兴趣的这个几率嘛。OK， 好。那事实上，很多你们现在可能大部分的人都在做什么 deep learning 啊，对不对？很多时候其实也就是在去预估一个 distribution 啊，比如说，如果有的人在用所谓的对抗式生成网络 （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 它的任务其实就是在预估出一个 distribution 啊，一样，你用 diffusion model 去做影像的生成，它的核心也一样是在预估一个 distribution， 也是在预估一个 distribution。好 ，OK， 所以说呢，那我们来看一下哈。刚刚的这2个例子啊，这里要讲一个重要的观念，我们呢有办法去计算说，给定牙痛你蛀牙的几率，跟给定你牙痛你没有蛀牙的几率，然后两者加起来等于1嘛。那你仔细看一下这2个式子，这2个式子啊，它的分母一模一样，对吧？好，分母一模一样。既然一模一样，好。我们可不可以说，今天我如果估算这个几率 ，probability 大写的 cavity given tooth ache， 就是给定牙痛的情况之下，你 cavity 这一个 random variable 的数值，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这是一个几率的 distribution。这个 distribution 啊。因为不管你是算蛀牙的几率还是没蛀牙的几率，你的分母除的是一样的东西嘛，所以其实到底谁大谁小，取决于分子嘛。好，所以我可不可以这么说？这个几率啊，它正比于这个几率，正比于 probability of cavity 跟tooth ache 的 joint probability， 也就是说，它其实正比于分子的部分啊。分子的部分在这里，分子的部分就是又有牙痛，又有蛀牙，或者是又有牙痛又没有蛀牙。分子的部分其实就是这里，只是我把那2个分子写在一起，就变成是一个粗体字的 P， 然后写成这样嘛。所以我再讲一次。我要去预估有牙痛的情况之下，你蛀牙跟不蛀牙的几率，这个几率就会正比于
你那两个分子的对应嘛。我没有真的去算，因为我不想算那个分母，因为反正分母都一样嘛。那谁大谁小？到底是有蛀牙的数值比较大，还是没蛀牙的数值比较大呢？它其实正比于分子的部分，那这个就是分子的部分。那如果你今天要弄一个等号，你就是要把分子的部分，然后你乘上一个 scalar 阿尔法，那你就可以写成等号。如果没有这个等号，你只能够说这个几率分布正比于这个几率分布，这样子。正比于，虽然说正比在数学上正比于那个几率分布，那个符号也很像是阿尔法了，但不一样。但总而言之呢，反正你要把这个数值乘上某一个阿尔法，就等于它这样子。好，那这个 joint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是什么呢？就是你如果仔细把它拆开来细写的话，就是有分成是你 sum over tooth egg 跟 catch。tooth egg 跟 not catch 这两个你把它 sum over 起来因为现在我们这整个 joint distribution 里面有3个随机变数嘛，蛀牙、牙痛跟探针有没有卡住。那目前这只有蛀牙跟牙痛这2个探针有没有卡住，好像就不关他的事嘛。所以，但是当我们要预估几率的时候，我们就是要 sum over。探针有卡住跟探针没卡住，所以说我们把探针卡住、探针没卡住这2个都个别列出来。好啦，那所以呢，第一个几率分布是什么？我们去查表，就是看说有牙痛、探针卡住的蛀牙跟非蛀牙，有牙痛、探针卡住的蛀牙跟非蛀牙，分别就是 0.108 跟 0.016， 在这里 0.108、0.116。第二个值呢，就是牙痛没卡住，有蛀牙没蛀牙。好，所以呢，牙痛没卡住，有蛀牙没蛀牙，就是 0.012 跟 0.064， 在这里 0.012、0.064。好，这是一个 distribution， 加号右边又是另外一个 distribution， 它分别根据查表，我就查出是这2个。那这2个呢，就是2个二维的向量嘛，所以我 0.108 加 0.012 得到等于 0.12， 0.016 加 0.064 等于 0.08。好，所以呢，其实它是谁啊？你把这2个数值做一个 normalization， 做一个正规化。好，正规化也就是说 0.12 除上 0.12 加上 0.08。然后呢，就得到第一个值 ，0.06 除上 0.12 加 0.08 得到第2个值。你就会发现，是 0.6、0.4，就是这个 0.6、0.4，大家有发现什么吗？就是说，我在计算这个 distribution 的时候，我完全没有用到这个分母，我完全没有用到牙痛发生的几率，我还是可以算出蛀牙跟非蛀牙的几率分别是 0.6 跟 0.4。 怎么算的？完全不管分母哦，我就是只说反正这2个大家都除同一个分母嘛，我就把这2个分子的几率算出来之后正规化一下，因为我知道这2个分子的几率加起来，不是这2个分子，应该说这2个数值加起来要等于1嘛，所以说我就单纯看分子的部分，算出它对应的比例，再把它 normalize， 我就会得到 0.6 跟 0.4 的。所以这一点蛮重要的哦，等一下我们会用到蛮多次这样子的一个特性，就是我们不用真的带入分母的值，我们光靠分子的比例在做 normalize， 我还是可以去预估出真正的几率，这样 OK。 好 OK， 所以这里就讲嘛， In other words we can calculate， 我们可以计算出这个 conditional probability， 即使我们并不知道说牙痛的几率是多少。好，这个就是这一段
在讲的最重要的事情。好，我是简单讲了哈，我们投影片上面的字比较多，但基本上意思就是这样。好，If the query involves a single variable x, let E be the evidence。好，就是说，假设我今天我观察到一些 evidence 啊，这是 random variable 用这个大 E 来表示啊，小 e 代表的就是实际的 evidence 是怎么样啊。那 y 呢，代表的是其他没有提到的，完全没提到的，所以 probability s given e 等于它就正比于，其实等于是 alpha 乘上 probability x 跟 e 的 joint probability。这个式子就跟刚刚的这个式子一模一样嘛，对不对？它只是再复习一次而已嘛。好，所以现在的 cavity 就是这个 x， 然后呢 e 就是这个它有牙痛，就是 e。好，所以它呢等于是 alpha 倍乘上这个东西，那就等于谁呢？等于是我去 sum over y， 就是 probability x e y， 这个 y。扮演的角色是谁？就是这里的探针卡住跟没卡住，就是之前本来就不关他的事的另外其他所有的 variable， 我去 sum over 那个 variable 啊，所以这个式子只是把刚刚前面讲的东西又在写的比较 formal 一点而已啦。好，这样可以吗？好，我们是等于说快速复习几率哦。好，再来，我们要讲 independence。好，学过几率的人都知道说 independence 很重要嘛。假设现在呢，我们考虑4个 random variable， 牙痛、探针卡住、蛀牙跟天气啊，天气有4种形态嘛。所以呢，我如果要好好的来表达这4个 random variable 的状态，我就需要表达出2乘2乘2乘4，有32个数值这样子。OK， 好，那今天呢，我如果要去估算牙痛，有牙痛、探针卡住、有蛀牙、天气阴天的这个几率，跟有牙痛、探针卡住跟蛀牙的几率，请问这2个几率有什么数学上有什么关系呢？那就是这一个4个 variable 的 joint probability 等于是给定有牙痛、探针卡住、有蛀牙的情况之下，它发生的几率再乘上给定这3个状态之下阴天的几率嘛。对，这个就是一般的几率的这个 chain rule， 对不对？chain rule conditional 的这个 chain rule。好啦，那但是这个有点奇怪呢。今天我告诉你某一个人有牙痛，然后他探针卡住，而且他有蛀牙，它跟外面天气是什么天气形态有什么关系？其实是没有关系的。所以说，他举了一个这么极端的例子，他说这个几率呢，给定这3种状态的情况之下，阴天的几率就等于是阴天的几率嘛。因为你有没有牙痛有没有阴天有什么关系呢？无关嘛。所以这种情况我们就说，其实天气的这个 random variable 跟另外那3个 random variable 是 independent。是独立的所以我们就可以写下说，像这个4个 random variable 的 joint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可以直接改写成 weather 的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乘上这3个彼此相关的 random variable 的 joint distribution 这是 independence 好，那再延伸一下，以前我们都学过嘛，如果 A 跟 B 这2个proposition 或者这2个 random variable 是 independence， probability A given B 就等于 probability A 嘛，因为 B 怎么样跟 A 的变化一点关系都没有，或者反过来 probability B given A 等于 probability B， 然后呢 probability A and B 就是 A、B 共同发生的几率，就等于是 A 发生的几率再乘上 B 发生的几率。这件事情这是实际的值，当然它也可以 apply 到 random variable 这边那以前我们在学几率，我们最喜欢假设谁跟谁是 independence 嘛，
好，所以刚刚这个 slide 上面的同学的问题很好，就在已经问到 independence 啊。那你真的这6颗骰子在小的范围内，如果彼此碰撞，也许真的不是 independence 好。但是通常呢，我们为了数学上好算，我们通常会假设它是 independence 好。那它实际上不是怎么办？就我们还是要硬算啊，所以说我们算出来的可能会跟实际上会有一点点不一样，那就看看说在实际的工程应用上，这一点点不一样，对于你来讲有没有造成很大的困扰啊？好，那所以到底2个随机变数是不是 independence 呢？就 based on the knowledge of the domain 啊，根据你的这个应用而定的哈。所以比如说，根据我们的常识判断，我们会觉得说天气跟你有没有蛀牙应该是2回事，这样子啊，或者说根据很多的经验来判断。好，那你如果说能够善用 independence， 假设呢有 n 个随机变数，比如说有 n 个硬币这样子 ，n 个硬币，如果你同时考虑 full join distribution on the outcome of n independent coins flips， 应该说做 n 次的硬币的这个丢掷硬币这样子，那你第一次丢掷的结果是一个随机变数，第二个是丢掷也是一个随机变数，好，那你如果丢 n 次，好，基本上每一次都是独立的，你就可以把这个 join probability 呢做大幅度的简化，好，因为你每次都是独立的，好，那这是一个示意图啦。本来有4个随机变数，那么你就可以把独立的这分别拆开来。你这个硬币丢 n 次，那一样每一次都是独立的一次的丢值，好，那你也可以拆开来这样子。好，讲了这么多，其实是为了这个最后呢做一个铺路。好，这个以前大家也学过，就是 Bayes rule。好，probability A and B 就等于是 probability B 乘上 probability A given B。我们刚刚前面说过，再讲一次，翻译成白话的意思就是说 ，A、B 2个共同出现的几率，就等于是 B 出现的几率再乘上在 B 出现的情况之下 A 出现的几率嘛，对不对？右边这个是一样的意思。好，那整理一下 ，probability B given A， 你把这个除过来，好，把这个 probability A 除到左边，然后呢，把分子的部分 probability A and B 呢用这个取代掉，所以我就得到了这个式子。probability B given A 等于是 probability A 分之 probability B 乘上 probability A given B， 这个就是所谓的 Bayes rule。好，那这东西很有用哦，虽然看起来只是数学做一些整理，这东西很有用。很多时候告诉你 A 要你去求 B 的这个几率，你不知道怎么求，反过来，你可能比较知道，告诉你 B 这个事情 A 出现的几率，这件事情很常见。好，那刚刚讲的这是实际的数值嘛，当然它也可以 apply 到 random variable 的情况之下，或者是说 conditional 的，全部都 conditional 1的情况之下，这是 Bayes rule。那我们就来举一个例子啦，为什么这样子真的有用呢？表面上 Bayes rule 好像没有很有用啊，不就是玩数学而已，在那边弄来弄去，对不对？ It allows us to compute probability B given A in terms of probability A given B, probability B and probability A。它让我们可以用这3个值来去计算这个值。就是这个意思嘛，数学上就这样嘛。我用这3个值来计算这个值，那这样为什么有用呢？它 useful in practice because there are many cases where we do have good probability estimate for these 3 numbers and need to compute the force。在实际应用上，
我们往往是比较知道 probability A、probability B 跟 probability A given B 的。举个例子，比如说医师诊断一样又来了，医师诊断通常病人进来，他是告诉你症状，我告诉你这个症状，所以医师有的是我看到病人有这个症状，但是我要去推断它的原因是什么，这是医师要做的事情嘛。我看到症状，我去推估它的原因，然后我才能够对症下药，对不对？好，但这个几率有时候不好预估，所以呢，我就可以 apply 这个 base rule。是怎么算呢？就是说会产生这种症状的几率，分之会有某一个原因出现的几率，再乘上这个原因会造成这种症状的几率。好，那你仔细想啊，有某一个原因它造成某一个症状，这个几率其实代表的就是一种因果关系，因果的关系 ，causal direction， 就是某一个原因造成某一个结果产生的几率。这件事情是可能可以事先模拟的，或者从事先的知识里面知道的。Probability cause given effect 是诊断，就是我看到了一个症状，然后我要去推估它的原因，这样子。好，那这件事情在做诊断，诊断通常比较难。底下我们举一个实际例子，假设某一个医生他知道呢，脑膜炎造成颈部僵硬，所以脑膜炎是原因 cause 好，造成颈部僵硬，颈部僵硬是症状好。根据过去大量的医学文献跟统计的结果，我们知道脑膜炎的病人有70% 的人会颈部僵硬，这样 OK。然后呢 ，the doctor also knows some unconditional facts。另外他还知道一些事前几率，比如说这个地区脑膜炎的发生几率是1/5000，然后呢，颈部僵硬的事前几率是1%。好，这个也都可以根据长期大量的普查而得到的。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写成数学符号，假设用 M 代表脑膜炎 ，S 代表颈部僵硬，所以我们知道 probability S given M 等于0.7。好，在有脑膜炎的情况之下，颈部僵硬几率70%，然后这个地区脑膜炎出现的几率1/5000，这个地区颈部僵硬的出现的几率呢1%，这样，那我就可以利用贝氏网络 base rule 来去预估，今天有一个人走进来，他说他颈部僵硬，那么他是脑膜炎的几率呢，就是 probability M given S。就是等于是这几个 probability S 分之 probability M 乘上 probability S given M 嘛，就等于是0.1分之0.7乘上5000000，答案是0.0014。也就是说，今天有一个病人走进诊间，告诉我他颈部僵硬，他真正是脑膜炎的几率是0.0014。这个数值算出来，好像有一点违反直觉，对不对？你仔细想一下。就是说，你看上面这个数值，有脑膜炎，有70%的脑膜炎的病患都会颈部僵硬所以说呢，你直觉上你会觉得，今天有一个病人走进来，他说他颈部僵硬，你就会想说，颈部僵硬，脑膜炎的人很容易颈部僵硬，所以你是不是颈部僵硬呢？事实上，你是不是脑膜炎呢？好，事实上，一个颈部僵硬的人，真正是脑膜炎的几率是很低的，是在这里。为什么那么低？根据这个事实，我们就可以看到为什么那么低。重点在于这个 prior probability 1/5000，这是一个很低的一个数值，所以一除之后，这是一个很低的数值。This is because the prior probability of stiff necks is much higher than that of 这个脑膜炎。好，那这3个数值是我们相对比较容易取得的，这是因果关系。
我可以从过去的文献里面知道有脑膜炎会颈部僵硬的几率0.7。然后呢，我做地方普查啊，我在这个地方开业开很久了，我知道这边呢1/5000的几率出现脑膜炎，这是1%的人有这个颈部僵硬这样。好，那所以你就可以这么做。那你也可以用到我们之前讲过的一招啊，就是说你如果不要有这个分母，能不能做？今天一个人颈部僵硬，他是有脑膜炎跟没有脑膜炎的几率，不就是正比于这个有脑膜炎，然后呢，在有脑膜炎的情况的有脑膜炎出现的几率乘上有脑膜炎的情况之下颈部僵硬的几率吗？跟没有脑膜炎的情况之下颈部僵硬的几率，这个叫做分子的部分嘛。我们刚刚已经有经验了，我们其实不用真的把分母带进来，我们要把分子这边有脑膜炎跟没有脑膜炎的，就把它的比例算出来，然后再 normalize 一下，我其实也就可以算出几率了，这样子。好，那你说这样有很厉害吗？One obvious question to ask is why one might have available the conditional probability in one direction but not the other。你可能想，这有很厉害吗？你凭什么说，我给定有脑膜炎的情况之下，颈部僵硬的这个几率比较容易取得，但是给定颈部僵硬，而它有脑膜炎的几率就不好取得呢？好，事实上，在脑膜炎这个比如说医生可能因为在这边，我根据大量的统计，我就是知道说这个地方就是5/5000的脑膜炎的几率。好，那当然也有可能啦。如果说今天这个医师实在是职业40-50年，他看过太多颈部僵硬的人了，他看了5000个颈部僵硬的才1个脑膜炎，他其实可以直接根据他个人的经验就推断说，你今天一个颈部僵硬的人进来，你真的是脑膜炎的几率是5000分之一。也许他个人有一个这么大的资料库，如果这样也就算了但即使是如此，它依旧不是一个好的诊断的方式啊。这样子的诊断方式呢，有点太脆弱了原因是因为有的时候某个地区会突然开始脑膜炎大流行比如说刚好环境的关系或登革热或者怎样某一种季节，突然之间呢，某一个地区本来发生脑膜炎的几率是1/5000，突然之间变成是200%。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你是根据老医师根据个人的经验去说你现在颈部僵硬，你还是5000分之一是脑膜炎，其实你就没有办法很快的根据很快的去 update 你的经验来预估出，其实目前脑膜炎大流行，所以你颈部僵硬，你应该要提高你可能是脑膜炎的几率，你可能就没办法。可是呢，如果说政府有普查，就说突然这几天大流行，你就可以去调整这个几率，1/5000，就因为现在这一地区大流行变成200%，这个时候你只需要把这里的 probability m 带入一个新的数值，我就可以去更新目前这段期间颈部僵硬的人走进来，我是脑膜炎的几率是多少？好，这个就是 Bayes rule 的另外一个好处，它除了有些几率比较好取得、比较好计算之外，另外一个它也可以动态的来进行改变，这样子。好，那我们今天大概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看一下最后有没有什么问题 ，Slido 上面看起来没有了。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